嗨，大家好，我们是你的灵魂好伙伴，我是你的蓝色伙伴，我是 Joe。我是你的橘色伙伴，我是永杰。今天要来聊一个从以前到现在呢广泛被讨论的话题，就是前世今生。当当，以及前世今生的业力呢，伴随着大家会对现在呢有什么样的影响？就它怎么运作的这样。对，我们呢要用自己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哦，那你先开始好了。我觉得我的还蛮精彩的，我自己觉得。上一集大家都快睡着，这一集应该会醒过来吧？我现在已经快要睡着了，我们赶快录。好，那我就来分享一下我的故事。我很清楚的知道，因为我看得到大家的前世跟今生，那中间最大的伴随就是业力的推动。那在上一集呢，其实也有稍微的谈论到什么是业。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哦，那就是这个冤亲债主他会找上你，然后永杰就有说过，你觉得怎么样？哦，对，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冤亲债主就像电视里面演的那样，他就会是某一种很恐怖的存在，就在你可能要人生很顺遂的时候，就是拉着你，就是改变你的情境，让你变得很惨之类的。我自己的幻想啊，跟理解，就是可能电视演的。对，那其实就是我们说过了，也说了，在这个我们的频道里面说好几次，业力的推动其实就是你的信念、你的想法升起，那它就被你创造出来，它是你的创造物，推向世界呢，那它必定有一样的能量呢回到你身上，就是能量守恒，对不对？你把它创造出来，它是你的造物，那它不可能就莫名其妙不见，这个就是业。那我们一天有多少的思想呢？可能有好几万个，对，这些全部都是业。所以你有好的思想就会变成好的业，坏的思想呢就会变成坏的业。那它也不是随随便便就会一直回来，那你就一直承受而已啊，你就没有创造，不是这样。它是透过你的振动频率的高低，比较高的振动频率就是好的业。过去你可能帮助了谁，那他这一世呢可能成为你的贵人，回来帮助你。好的业要碰到你，那代表它是一个很高的频率，那你也要在高的频率呢才能收到它。如果那个人回来帮助你，可是你是一个很易怒的人，对，你就把他骂走了，那他根本就也帮不到你，把人家推开了。对，这样的好的业呢，就是福报，也不能落到你身上。那同理，如果你之前做了很坏的事情，不过你慢慢的在今生，慢慢的有智慧，放下你的执着，那你频率是不是越来越高？那这些业呢，也没有办法跟你同频共振。对，很多人都会说，哦，可能很衰，接二连三的有很多的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就是代表你那时候的振动频率很低。原本碰不到你的这些坏业呢，可能一次性的都找到你，那就跟你同频共振。了解。对，这个就是业。这样很简单的道理，我们来看一下前世今生。好，我来分享我的故事。你先分享。我很明显的可以看到我过往的我呢，那这个时空的背景呢是在民国时期，1910年代到1930年代、40年代。那虽然我在荧幕上没有穿，就是我自己很爱穿的一些古着的衣服，但是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我的着衣的品味不是一般人的，就是一般年轻人的这个很复古。对，我喜欢很复古的东西。那个时候是民国时期嘛，我可以看见过往的我呢，每一天都是就是梳妆打扮的很漂亮，然后手上呢都很常会戴很多戒指，然后烟呢是不离身的，因为我常常可以这样看到自己嘛。那我的看到过往的自己的时候，也是用这个视角，所以不是很常看到自己的脸，除非照镜子。但是呢，我可以看到我身体上所有的打扮。对，那一直影响到今生，我最爱的音乐也都是民国时期的音乐。对，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阮玲玉？对我来讲，对，或是李香兰，对我来讲，这些都是对我来讲很熟悉的，虽然跟我的年代非常的不一样，非常的久远，但是对我来讲是我知道他们，然后我很喜欢听黑胶唱片，它有一个炒豆的声音，就是很复古的声音。我懂。对，以前录音设备不是很好，所以对我来讲那是对我来讲我不知道怎么说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很熟悉，对，然后很热爱的，我很清楚的明白，看到一听到就立刻被吸引这样。对，那我的这个时空背景是上海民国时期，我的身份是我是一个特务，我是一个间谍。那就像是电影演的那样，其实那个时候年代很多人都是间谍，他不是一个很特殊的职业，但是就因为他是间谍，你不知道谁是谁不是，他充斥在所有人的生活当中，所以有很多个间谍嘛，非常多。
你甚至不知道你认识的谁谁谁是真心的。天哪，那这样很强大家都要无时无刻都在伪装就是他们那个时候的人讲话也都很就是讲表面话。对，好里面有很深的含义，除非你是那个圈子的人，不然你没有办法理解听懂他们在讲什么。有时候是说对，欢迎进来坐啊，其实就是赶快走的意思。有很多这种你知道反过来的话，这样很阅读空气耶。好，反正就是那个时候的我，那我很明显的知道我最喜欢的颜色是深绿色，因为常常看到自己穿的旗袍是深绿色。大家有看过《花样年华》吗？就是里面的张曼玉，我每天都长那样。我把照片放在这边，当然她比我漂亮很多啊，但是真的那个时候对妆容的打扮的这种规格要求很高，然后品味也很好。大家呢喝一口茶就知道它来自哪里，酒就知道它来自哪里，因为就是差不多背景的人会差不多的品味。那说到我的背景，其实是非常难过的。我知道我的爸妈很爱我，但是我对他们的记忆一直留在我可能4、5岁的时候。为什么知道我4、5岁？因为他们看我是要弯着低下来，然后很小。那我爸爸是永远穿着军服，他是军官，他有留八字胡，很明显那可能是当时的一个 fashion， 就是都穿那样的衣服。妈妈是中国跟日本混血，然后我是之后才知道妈妈也是间谍。对，妈妈是跟你不同组织吧？不同，妈妈是日本的间谍，然后以中国人的身份留在中国。对，那为什么我对他们记忆留在5岁？因为之后我知道他们就遇害了，就被杀掉了。因为妈妈的身份曝光，所以爸爸跟妈妈都一起被认为是间谍，然后就被杀掉。那杀掉他们的可能是当时的政府，不过背后其实是有更大的势力。那因为我也成为孤儿，其实我到现在还在找我的爸妈，就是我可以当时的爸妈，对，我可以感觉到他们真的是我那一辈子唯一让我感觉到爱的时刻，所以我对爱其实很渴望。然后这个也影响我今生就是看爱的感受。我觉得真心的爱一个人已经是全世界最美好的事情。对，给我带来很大的影响。那爸爸妈妈被杀掉，之后就是有一个组织，他们是背景是俄罗斯人。对。那因为我有良好的血统对他们来讲，因为很好拿来谈判等等的。如果变成人质的话，因为我是高官的女儿，然后家里也有贵族的血统，当时候，然后妈妈是日本中国混血嘛。对他们来讲就是多重的血，这样子更好拿来就是作为一个交易的对象。对，那他们训练我呢，就是一直洗脑我，所以我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我其实活到30几岁就没了，但是对我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很混乱。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在想我是谁，然后我每一天都在做什么，然后它间接的影响今生的我，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在问我是谁，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那他们训练我，让我精通各国的语言，因为我就是一个间谍，然后又给我一个设定，这个设定是贵族的女儿，然后是中国人，但其实我是被俄罗斯人，就是你知道吗？洗脑成为俄罗斯的人，但是我在这些文化里面，我会觉得很格格不入，因为我长的是中国人，但是我从小到大都被俄罗斯人教导，那就有各国文化的就在我之内。对，所以你当时也会说俄文？对，我会说8国的语言，只是之前我自己细数了一下，到底那一世在干什么。那这也影响我精神，就是我对语言的学习很快速。对，尤其是日耳曼语，然后俄文对我来讲也很熟悉，然后德文、英文，然后他们给我的这个人格设定呢，除了精通各国语言之外呢，还让我假装是一个翻译家。对，所以我每天的工作呢，大家都看到我的，就是来家里做的人，他们都看到很多书啊这样子，因为给我的设定是这样嘛，然后很多画作，就是我是一个博学多闻的富家女。对，给你这样的设定，给我这样的设定。但其实我每天写的呢，都不是翻译文学，都是在写情报。这个就是一个你知道假装的一个幌子。那你是用摩斯密码吗？就是那个没有，就是真的写，但是可能长头或者怎么样的。对，所以超奇怪的。我就是很小的时候，甚至我不会通灵，但是我就一直觉得说我今生要出一本属于我的书。你不觉得这个想法很奇怪吗？
就是我完全不知道我可以写什么，但是我要出一本书。为什么有这样的执着？是因为过去的我一直被教导要写，但是写的都跟我没有关系，跟我的人没有关系。然后即便是假装在翻译，也是在翻译别人的文学。然后对我来讲，就是我是有才学的人，但是我这辈子已经被注定好，永远不能写关于我的思想，我的逻辑。所以今生有一个执着，真的是莫名其妙的，我要写一本我的书。而且你好像是一个很表达自己思想的人，你甚至也不允许别人不表达别人的想法。哦，对对对，我有这个超重的执着。对，永杰说的没错。我很会表达自己，然后同时之间，因为我是受到他们的教育，然后一直洗脑我嘛，但是我的人格其实是很有自己想法的，所以这一生有一个很大的反弹，就是只要是有权威性的要求我要怎么做的呢，我一概都会说不，不管是什么，从小到大都是这样。有所有的，比如说要排队啊，然后要怎么样啊，要守礼啊，要怎么样，我一定会直接放弃，我就会说我不要了。如果要排队领的话，那我不要了，我不要这个东西。我有一个很大的反骨，因为我可能这个种子就种在我心里面，然后是我一直被决定的，我的人生一直被决定。除了对爱的渴望以外，因为爸爸妈妈是我唯一爱的人，但是我年纪轻轻，然后就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不愿意别人规定我。对，再来就是对文学跟画作，因为那个时候也画画，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我要以我的作品为傲。我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书。你说那一世吗？还是不是这一世？对，就是你知道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对，一个埋在我心里的种子。好，那这些业呢都会伴随着我吧，一直到现在。可能你会对某件事情有莫名其妙的执着。会，其实我对蛮多东西都有自己的执着的，会希望它用什么样的方式完成。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很奇怪，因为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很体贴或贴心的人，就是我在做事情之前可能会稍微替对方想过，对方可能会怎么样是对对方跟我都好的结果。那如果遇到一件事情是超出这个范围之外的，我就会直接放弃理解。对，就是你可能表面上看我好像正在听或者是理解，但是其实我已经放弃了。我就觉得说我可能无能为力。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有什么样的执着。其实要看到执着很简单，就是它是一个很偏执的，然后你不知道为什么的一个想法，就是你当下不能展现最轻松的自己，很不能自在的活着，一定要怎么样？对，就是一定要如何，那就是执着了。对，其实这个就是落入了这个我执，就贪嗔痴慢疑。好，那我来分享一下我的故事，就是大家现在看我的牙齿，好像貌似很就是整洁整齐，就一排白的这样，但是其实我每一颗牙齿都有被修补过。我从小牙齿就很不好，然后那当然就是受大人教导牙齿就是蛀坏了，那我们就去看医生，就去处理它。但是我发现为什么我就算再怎么努力的刷牙，我还真的去找，就是网络上面教你怎么刷牙是对牙齿牙龈最好的。我买了牙刷、好的牙膏，适合我的牙线跟漱口水。然后我到现在已经快要30岁了，我的牙齿就是基本上还是很差。对，然后有一天我就想起来，我觉得这该不会也是业吧？然后我就问 John 说，那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这样？结果他看了之后呢，就发现有一次那次我是女生，然后那一次有一个人欠了我钱，那当时我情急之下需要用到很多钱，所以但他一直还钱还不出来，然后我就教唆别人去拔他的金牙或者是银牙，就是贵金属牙齿。我就为了当时要凑到那笔钱，我就叫别人去做，而且我不是自己做，我胆小到我叫别人去做。对，我起了这个贪心，所以就是因为虽然他欠了我钱，然后他没办法还出来，他该还嘛，但是我让他在当下经历了很大的痛苦，是有关于牙齿的。对，所以其实我这辈子一想到要去看牙医跟就是类似于做牙齿补牙或者是做那个根管治疗，我都让我觉得很恐怖，我都会一直很反复很抗拒去接受说我等一下要去看牙医这样。对，所以好，反正就是我起了贪心。那要怎么样去修补，或是怎么样去让业停止？我现在开始超忏悔文了。对，我先说一下为什么经文或是咒语可以帮助大家化解业。现在的人都
会以为就是经文可能是回向给死掉的人。很多时候谁过世要抄经。对，其实它有很多的用法，它有很大的用途，也是很棒的，因为它就是般若智慧的文字般若。那般若就是大智慧，它是最根本的智慧，它是你不执着的时候升起的大智慧。对，那有这样的智慧就会让你放下你的执着，就像是莲花，它出淤泥而不染。为什么？它虽然有这些尘土在它上面，但是它只要轻轻的波动或是慢慢的生长，那它这些呢淤泥都会掉下来。就是有智慧的人是没有办法粘在你身上的这些灰尘。灰尘是哪些东西？就是你的执着。不管是贪嗔痴慢疑的任何一个，那去抄它到底怎么样算是有用？因为它就是在叙述着让你越来越有智慧的内容，不管是什么样的经或是文或是咒语。那你抄同时之间呢，是给对方就被你伤害的人，对吧？一个对象，也给自己，让两个人呢都放下这一份执着，所以放下那个业。我想问，就是如果我现在的我放下了，那这样也算是了结了我的业吗？还是必须要去安抚当时的我？就譬如说，我当时我对不起那个人，就是要对不起过去的那一世，要有这样的发心才可以。还是我现在放下 ，OK， 那就没有这个业了，这样。好，来回答这个问题。其实现在你放下，光是有这个想法呢，已经是最好的了。因为就代表说我知道那个是错的，我再也不会再做一样的事情，因为我知道那是让别人痛苦的，让自己痛苦的。我发自内心的告诉自己，我再也不会，如果有一样的情境，我不愿意再做一样的恶业，我不愿意再做一样的坏事。这个是什么？就刚刚讲的，你的频率已经高了，就是这些东西已经碰不到你了。所以不管你有没有回去跟对方讲，当然你有这个心就是更好的，因为你不只有现在忏悔，过去的你也同时在疗愈他，然后让他放下，不要再让这个执着一直跟着你。对，好，说到底呢，时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对，在三维的世界，时间就是存在嘛，因为你曾经存在过这一段时间，所以你存在过，所以这就是时空。那时空，我一直说时空不存在，它不是一个像我们想的线性的。对，它是叠加态的，它一直都存在，现在、过去、未来存在于同一刻。所以我们照理来讲是可以回到过去，就像我看到你们前世记忆，为什么我看得到？因为我咻一下就到那边了，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这里，所以我只需要切换频道，我就可以看见他的播放。对，所以你现在的忏悔就是已经是忏悔了，已经是最大的忏悔。那我现在会被未来的业影响吗？因为如果你说没有时间的话，对，会，也会。对，那如果大家这样想，脑袋已经要爆掉了，对吧？不过也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源头，也就是我们走到最后都会回到终点嘛，也是源头。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这是同一件事情。对，因为我们从头到尾都知道，我们怎么样做呢是有智慧的。因为我们怎么走都会走到终点，都会走到原点，因为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所以就是同样的意思，我们永远都可以碰触到自己的最高的般若智慧，就是神性，就是佛性。对，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所以不管是什么，我们都可以去看见跟放下，迟早会这么做。那既然我们都已经说了，你也看到这边了，你今天就是一个放下的好时机。对，其实说这么多业啊什么的，它回到一个最初的地方，它就是我的执念。只要我有执念，那东西都会变得很复杂。我必须一定这样才能获得，或者是我必须一定要这样，我才能达到。这些都是很重的执着。如果我们换一个念想，那执着就掉落了，那也不会有什么样的坏的业伴随。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来说蛮难的，因为就拿譬如说工作来说好了，我想要把事情做好，那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执念？我觉得永杰问得很好。对，那对大家应该要抱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我既努力了，然后但是我又同时是一个轻松没有执念的状况。好，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棒，就是替大家问的问题。身为一个要放下的人，我们要怎么样保持最良好的心态？我们不能说我要放下，所以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在乎，什么都不管，这样就变得很消极。对，那等于是什么都没做了嘛。对，所以我们要很积极的看见自己的执着，
要很积极的挖掘自己的执着。就像你一开始讲的，什么时候不舒服了，就知道哦，我超过了那个我身体可以负荷的，或者是我心里可以负荷，所以我有个执念在，然后轻松的放下。那你也不能积极到我一定达成什么目标，这样又是一种执着。对，所以我们要这边是空，这边是有，我们要刚好在中间。同时呢，我们又不执着我们在中间。老师，你在说什么？可以用更白话，或者是说，好，假设现在举一个情境好了。不用，其实我知道你要问什么。好，我讲一个更白话文的版本。可以，可以。刚刚那个版本呢，应该已经有人听得懂。那我再用一个更简单的版本说，我们积极的创造缘分，不管你在做什么，不要消极，不要说啊随缘随缘，那就什么事情都随缘，那就是没有付出任何一点心力。我们觉得好的，觉得是善的，觉得是更好的改变就去做，但是呢，我们不要执着任何的结果。不要执着于结果，但是用心在当下去做。所以积极但是不执着，就是这样。因为如果假设譬如说你讲空跟有，然后你告诉我要在中道去执行，那对我来说，我当下可能就会觉得说，那中道对我来说是不是也是一种执着？不会，不要在两旁，就是不二不执中。我不要住在空上，我也不要住在有上。我不住在空上，就是觉得只有这个精神是好的，然后物质是没用的。那住在有上是什么？我唯物主义，我只看到有，只看到这些钱啊、身体啊、工作啊，关于精神的一切我都放下。这两边都是很极端的嘛，对不对？那我们要浓鲜合度，刚好在中间。同时呢，我们积极的去进行这样的中道，那不执着于中道，我尽力做了，那就好了，就放下，全部东西都是一样的，问心无愧。对，那就不会有任何的执着。好，那这样我有获得解答，谢谢。那我想问哦，我们的过去今生带给我们的业力影响，通常是写在基因里面吗？对，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看过很多的家庭，因为有些人有业，他的业很复杂，我要这样子把他们全部拨开来看，追，看见了，这是关于家庭的业。对，他的确就写在基因里面，是借由 DNA 遗传的方式。对，借由 DNA 的遗传方式。譬如说，妈妈很执着于，假设跟你一样，很执着于牙齿好了，对，那他的这个执着一定有他的原因。但是身为他的孩子，对，身为他的孩子呢，也有可能会有牙齿的问题。当然 DNA 大家都知道，复制贴上，然后 DNA 是很伟大的存在。对，而且复制2个家庭。对，它有一些，当然不是跟你完全的有关系，但是它会有一些影响，是的。尤其是我们女性，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所有的女性一生出来的时候，我们身体里就已经存好了我们所有的卵子。对，一生出来就有了。对，请问那是哪里来的？是妈妈给的，阿嬷一直都存在的。所以你一生出来就已经注定好你的卵子有哪些 DNA 都在里面。那是谁给的？就是妈妈给的。那妈妈的卵子也原本就存在，是阿嬷给的。对，就一直这样往上推。所以基因真的很伟大，所有的家族的业或者是好与不好，对，好与不好都在里面。对，所以大家不要想的就是很复杂很坏的事情，也可能会继承家里的智商，对，善良、智商，然后福德，这些全部都在这里面。所以很多人都说祖上积德，有没有？祖上积德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都在我们 DNA 里面。好幸福哦。那我们要怎么样破除业？刚刚已经有讲过了。抄经是一个很棒的方式。那还有什么呢？我从现在开始告诉自己，诸恶莫作，诸善奉行。我觉得是善的，我都尽力去做，然后不执着于结果，那就是又是上一集讲的不住相布施。对，所有的坏的事情我看见了，我们不要讲过往的业好了，我们就讲今生的，活到现在有没有起过贪念？有。那下一次再一次来到我面前的时候，我看见我会有执着了，深呼吸，我已经分辨出来它是贪咯，放下。这样子就已经可以切断业了。是，对，因为其实讲业这个词，就其实大家可能会心里面会对业这个字有反应，但请大家不用担心或过多的害怕，因为就像我自己也是刚刚学习到的，如果你知道了你可能在
或者是在这一世曾经伤害过某一些人，然后担心会造成不好的业的话，其实你在意识到的当下，你已经知道你不会再这么做了。对，对，如果你不会再这么选择了。如果你知道业的这个道理，大家一定会审视自己对，所有的善良以及邪恶。我觉得当你已经有看见，我常常讲这句话，你就能重新做出选择。所以要看见，看见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只要你看见了，就可以重新选择哦。所以主要是你要看见，你要用心生活。没错，对，我觉得用心生活是大家最可以练习。当你用心的时候，你希望你的家人好，大家一定都是希望家人、朋友、你的爱人好。所以我们在说话、在表达，还有在给予之前呢，其实我们用心给予另外一颗心，其实这是很简单的。就譬如说，我希望你好，就是我希望你今天幸福，我希望你今天开心。其实很简单的这句话，就可以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心意。那放下你的担心，这样就可以放下执着了。当你已经看见了，业已经准备掉落了，大家就这样想就对了。你已经看见了哦，你在做出下一个决定之前，你看见了，那你的业就已经完蛋了。他发现了，然后你做出好的选择，哇，他们就掉落了。你这样想就好了，就每一刻每一刻都这样想，因为每一天有太多的起心动念了嘛。对，永远看见，永远重新选择，那就没问题的，大丈夫。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前世今生？其实去挖掘他们，都可以让自己更认识自己。对，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存在，就是那个重复性很高。对对对，很多的思想啊，跟你的执着都一直重复好几次，是直到你放下为止。对，那如果有的话，可以在下面跟我们讲你的故事，对不对？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执着？你发现怎么样可以放下哪一种执着？也可以在下面分享。为什么要分享？因为另外一个人可能跟你一样有同样的执着。对，可以帮助我们互相帮助彼此，对，斩断这些业，斩断业力。对，就是一种行善的方式。好，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内容，帮我们按赞、订阅还有分享。拜拜。拜。